在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，人们常因功成名就而沾沾自喜，将一切功绩归于个人的努力奋斗。然而，命运的安排是天道的指引，还是个人奋斗的结果？纵观古今中外，那些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人，往往都是恰到好处地掌握了规律拐点的人。他们在事物即将发生反转的那一刻选择收手，从而使自己人生的最高点永远都处于一种似到未到的状态。这才是一种大智慧。历史的长河蕴藏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传奇和故事，每个时代都在轮回着，它独特的气象牵引着人们命运的飘摇。而在这复杂的历史漩涡之中，是否存在一种更高的隐秘的力量在指引我们飞蛾扑火般的努力？如果能参透这种力量，看透天地运行的大道，就会发现再大的风浪，再大的变迁也不过如此。那么这种力量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看似变幻莫测，时代日新月异，然而冥冥之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操控着社会的运行。如果能参透这个规律，看透天地运行的大道，就会发现再大的风浪，再大的变迁也不过如此。这些年我见过那么多赚大钱的人，没有一个靠努力成功的。先来看一个现状，2000年以来，内地大型城市房价大概上涨了10几倍。凡是在一线城市能有立足之地的，无论你能力多么平庸，现在都差不多是千万富翁。再换一个角度看社会，过去20年，无数企业的日子越来越艰难，很多企业家从当时的1万身家，到今天却已经是负债累累。同样的时代，同样是20年，同在一个国度，有人平步青云，有人却销声匿迹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人定胜天吗？非也。不然，唐代诗人罗隐也不会在1000年前就发出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这般感叹。我们身处一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，短短几十年却经历了一场大周期。凡是踏准了周期节点的人，都被送到了浪潮之巅；凡是一脚踏空的人，都被巨浪掀翻。这跟你的智商、你的天赋以及勤奋程度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千万别再说你很努力勤奋，你要知道，在一个各种变化不断来袭的时代里，我们就像在大浪里航行的船，面对汹涌大浪，我们无论多么拼命地划船，其作用都是几乎微乎其微。所以，成功与失败的关键不在于个人奋斗，而是是否能准确把握时间节点，与时代共振。历史上那些成功之人都恰如其分地捕捉到时代的脉动，而失败者往往因未能适应时代需求而黯然退场。人生福祸得失，皆因时代周期而起。人和人的命运确实有很大不同，有的人顺风顺水，有的人艰难坎坷。之所以有这种差别，更大程度应该归结于一个人能不能见识乏力。命运最大的不同，
其实是人发力原理的不同。我们再来看看宇宙的样子吧，它就像一个大漩涡，可以看成一股正在旋转的能量，它蕴含着巨大的势能。如果我们能跟顺应着宇宙的能量一起运转，这就是顺势而为，就可以坐地日行8万里。而如果我们的方向和宇宙大势的方向相反了，必定会在无形中受到一股很大的阻力。什么叫天道？这就叫天道。天道就是宇宙的势能，就是万物运行的规律，也是一股股时代发展浪潮。老子早就说了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时代面前，个人真的很渺小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牺牲，根本都不值一提。我们就像时代洪流的一叶浮萍，我们的命运轻如鸿毛。无论你多么才华横溢，无论你多么拼搏上进，都无法逆转这个巨大的规律漩涡。很多人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，而残酷的现实情况却是，世界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，没有人能改变世界。世界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神人呢？其实人一旦看透了规律，顺应规律，办事才准，每一个变化节点就是神。这样的人就可以被封神。大多数人只适合埋头做事，这叫谋事。一部分人学会了见机行事，这叫谋事。极少数神人善于审时度势，这叫谋事。让我来举2个例子为你说明。第一个例子，现在流行的新能源电动车早在1881年就被发明出来了，这比世界第一辆汽车发明者卡尔本茨还要早5年。然而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，特斯拉的出现，人们才对电动车燃起热情，还把这叫做是新能源。人们把特斯拉的发明人马斯克奉为英雄，却对100多年前发明电动车的人毫不知情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汽油才是100年前的新能源，它取代了煤，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，而电力恰好在当下才是最与时俱进的新能源。所以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，一定要考虑自己所处的历史进程，要考虑整体的大环境，还要考虑所处的时代的需求，而不是埋头只顾自己干。第二个例子，西方2位著名的画家梵高和毕加索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都才华横溢，职业都是画家，但是他们俩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。梵高一生穷困潦倒，有生之年只卖出过1幅画，最后他自杀了。而毕加索活到了91岁，人生灿烂辉煌，有很多的豪宅和巨额现金，总遗产几十亿美元，是史上最有钱的画家。同样的才华，同样的时代，离得也很近，2人的命运竟然如此迥异。真的只是造化弄人吗？究其本质，梵高的作品不属于那个时代，他只顾自己内心感受，过于沉溺自己的世界里。而毕加索非常识时务，他很懂得抬头看天，
他一个很能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人。19世纪西方的金融还不太完善，但毕加索已经学会了利用信用创造财富。毕加索购买生活用品的时候，喜欢用支票支付，除了方便，他这样做还会得到一个好处，支票上有他自己的亲笔签名。因为他名声显赫，店主拿到支票之后，往往不会把支票拿到银行兑换，而是把它作为艺术品装裱起来，放在店里显摆或者自己收藏。这样一来，毕加索相当于没有花任何钱就买到的东西。他的一生印证了一句老话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有人先富后穷，也有人先穷而后富。有人满腹锦绣文章，到老年却也没考上功名；也有人才疏学浅，却年纪轻轻就金榜题名。北宋名臣吕蒙正有一篇奇文，叫做《命运赋》，作者位居丞相的高位，审视人生，写出了如下绝妙的总结：蜈蚣虽有上百只足，但却不如蛇爬得快；雄鸡的翅膀虽很大，却能像鸟一样飞行；马有日行千里的本领，没人驾驭也不能到达目的地；人有远大的理想，缺乏机遇就不能实现。汉江李广虽有射虎时的威名，却终身都尉火封侯；冯唐虽有治国的才能，却一生怀才不遇。韩信时运不济时连饭都吃不上，运气一来就成为一代大将军，而一旦运气衰败，又死于阴谋诡计。皇帝的贵妃遇到动乱，就成为切忌风流的妓女，一旦得失，也能成为贵夫人。貌美的女子经常嫁给蠢笨的丈夫，俊秀的青年也经常娶到丑陋的媳妇。蛟龙没有机遇的时候，只能藏身于鱼鳖之间；君子没有机会时，只能屈从于小人。作者也这样反思了自己的命运。以前在洛阳，白天到寺庙里吃斋饭，晚上住在寒冷的窑洞里。大家都说我卑贱，可其实是我没有机遇啊。现在我入朝为官，官职做到最高层，地位只在皇帝一人之下。别人都说我能力强，其实只不过是我的时运到了而已。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：人生在世，富贵不可尽用，贫贱不可自欺。听由天地循环，周而复始焉。既然按照规律办事可以丰盛，那么这世间最大的规律是什么呢？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第73章说道：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，不言而善应，不召而自来，坦然而善谋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蜈蚣虽有上百只足，但却不如蛇爬得快；雄鸡的翅膀虽很大，却不能像鸟一样飞行；马有日行千里的本领，没人驾驭也不能到达目的地。汉江李广虽有射虎时的威名，却终身都尉火封侯；冯唐虽有治国的才能，却一生怀才不遇。韩信时运不济时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运气一来就成为一代大将军，而一旦运气衰败，
又死于阴谋诡计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强者，也没有永远的弱者。命运是公平的，只不过是我们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罢了。世间的事浮浮沉沉，世间的人也浮浮沉沉，在变化之中总能寻出规律，古往今来。而那些能够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的人，往往都是恰到好处地将天道规律掌握了的人。比如范雎当退则退，曾国藩适可而止。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天道，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其实大部分人的成功都是时代的成功，或是时代助推的结果。没有个人的成功，只有时代的成功。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取英雄不自由。然而有很多富人总以为自己成功了就是大功告成了，他们开始高枕无忧，不思进取，越来越贪婪，不懂得感恩时代，不懂得及时反哺社会。等待他们的一定是灾难。所以前些年那些赚钱很容易的投机者，这2年很多基本都在散财了。最大的天道是人心，虽然大众的品味往往是低级的，但大众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从来不会犯错。诚然，大众总有不理性和不成熟的一面，甚至爱看热闹看起哄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芸芸众生总能酝酿出一股股正气，在大众口碑折射出的一股股精神思潮里，永远都蕴含着邪不胜正的理念。这一点从未出过错。很多故事的结尾总是为富不仁的富人被查处，正直善良的屌丝可以逆袭成功。这才是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操控着社会的前进。人生起起伏伏，千变万化，再好的机遇，再厉害的技巧，都敌不过天道和规律。什么叫天道？道德经给出答案，其实就是这4大天规罢了。1. 名声不能大于才华。老子说，一个人的名声是万万不可大于才华的。因为当一个人顶着名不副实的光环时，这就是在欺骗世人。你在享用着与你实力不匹配的资源，这就是在慢慢地消耗自己的福气，注定要承受灾难的。隋炀帝杨广确实名声够大，但极度文采，杀薛道衡，据听忠言杀高俅，贺若弼、掩耳盗铃杀宫女。连帮他继位立下大功的张衡劝他几句不要滥用民力也杀，最后结局就是隋朝的覆灭。所以当我们的名声不断提升，我们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并且提醒自己，实力提升速度要超过名声提升的速度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走向更大的成功。2. 财富不能大于功德。所谓厚德载物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做了多少努力，才能得到多少收获。老祖宗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就是很有道理的。如果你投机取巧，拿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肯定会招来灾祸的。然而这些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本末倒置，
为了赚钱不择手段。当一个人的功德配不上自己财富的时候，就会发生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所以最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前些年那些赚钱很容易的人，这些年很多人基本都散尽了家财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功德不够。所谓厚德载物，唯有厚德才能配得上厚财。3、地位不能大于贡献。高地位本来就容易被人嫉妒，招致灾祸。正所谓在其位就必须谋其政，如果你的地位配不上你的贡献，这不就是在给别人自己的把柄吗？如此一来，你的位置也做不长了。当有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中过度吹捧你的话，那么你就要好好注意了，他有可能是不怀好意的。只有在匹配甚至当贡献会大于地位的时候，你做任何事情才会服众，这样你才能在你的位置上坐得安稳。然而很多人为了往上爬，不惜一切手段，他们同流合污，蝇营狗苟，却从不思考用自己的贡献够不够。这种人即便可以一时得逞，也总有一天被扯下来。4、职位不能大于能力。一个人的职位千万不能大于自己的能力。一旦你的职位过高，而能力还不够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在行使出能力之外的权利，必然给自己的坍塌埋下伏笔。很多人都追求位高权重，却不善于学习和提升自己能力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我们千万不要试图驾驭超过自己能力之外的事，这时你的每一个行为和指令都是有偏差的，偏差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把自己给埋了。赵国统帅赵括，因为其空谈理论而无实际作战的经验，才导致赵军最终失败。公元前260年，赵国发生饥荒，已经无力抗秦。孝成王遂要求廉颇伺机与秦军决战。廉颇打算依然采用疲敌的战术拖垮秦军。这种形势下，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挺身而出，他说服了赵王改用自己为将，并作为统帅抵御秦军。虽然其理论知识丰富，但其却始终缺乏实际的作战经验。当赵括统帅赵国士卒向秦军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，秦将白起却诱敌深入，赵国统帅的40多万大军终于被秦军进入到了长平谷地。很快，秦军就断掉了赵军的后路，40多万大军被秦军包围，赵括左右拼杀，殒命于沙场。周易系辞下有几句话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；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先不及矣。一个人永远只能享受和他相匹配的东西。得到一件东西的最好方式，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自己配得上它。否则，一切都是妄想。人有千算，天择一算。人生真的不用着急。有的人先扬后抑，有的人先抑后扬，有人一步一个台阶，但是最后每个人总会回归到最真实的自己。人生真的不必那么焦虑，
脚踏实地做好自己，别人欠你的，上天都会被补上，前面少的后面自然会补上，这里少的那里自然也会补上，这就叫天道。人有千算，天则一算，到最后每个人总会回归到最真实的自己。仔细观察了一下身边人，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：一，凡是之前靠不见光手段谋利的人，这些年基本都散得差不多了。二，凡是之前依赖资源和背景发财的人，这2年基本都越混越差。三，凡是一夜暴富过的人，都一直在寻找一夜暴富的办法，结果再也没找到。四，凡是靠房子发财的人，基本上都没有形成其他赚钱的本领。五，凡是靠投机发财的人，其他方面往往都不尽人意，比如家庭和健康方面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一，那些脚踏实地的人，尽管前些年一直默默无闻，开始逐渐崭露头角。二，那些从未一夜暴富的人，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赚钱能力，步步为营。三，那些一直靠自己的人，路越走越宽，被接纳的地方越来越多。四，那些有清晰定位和一技之长的人，幸福感更强，生活淡定安稳。五，坚持不炒房、不炒股、不投机的人，看似人生波澜不惊，但往往家庭和睦，家人安康，生活饱满。这个世界看似不公平，有人的事就一冲上天，有的人勤奋踏实却默默无闻。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公平。一语道破天机，人生起起伏伏，千变万化，再好的机遇，再厉害的技巧，都敌不过天道和规律。最后的总结，人的成就究竟是哪里来的？我认为人的成就也好，福报也好，都是修出来的。一个人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唯有不断加强自己的人品修养。天道轮回，其实也是为了要不断筛选出当下最适合拥有财富的人。人有千算，天只有一算。天算的是什么呢？算每个人的德。天地无私，唯德是亲。就像《命运赋》里的另外一段话：时遭不遇，只宜安贫守分。心若不欺，必然扬眉吐气。初贫君子，天然古